第53章，月月红。招商会我完全掌握了局面，形势一片大好，要订货的申请超出了预期。彭洪波兴奋的有点坐不住了，他把我约到了休息室跟我讲，老弟，既然大家这么踊跃热情，一共有500万的单子，我们就都接下吧。我一听彭洪波这一说就忍不住笑，老彭还是没搞懂人心。我跟他讲，为什么你开招商会就没有人订货，我开招商会订货就踊跃呢？他说主要是你老弟厉害，老哥我佩服。我跟他讲，如果这500万的货真放出去了，我们以后的生意又会很难做，说好300万就只能放300万。老彭一听我这么说，他便不坚持了，说老弟，一切都听你安排，老哥我信你。回到了会场，我开始审核代理商的申请，我第一个否的是黄建军的50万的订货申请。老黄懵逼了，凑过来问我为什么他不能申请。我说老黄，你的额度已经用了，昨天老匡订了100万，他说你反正不订货，占额度也没有用，所以这个额度他要。我把跟老匡的合同拿出来给他看，黄建军的脸色一下变得阴沉，他立刻去找匡生财，可是匡生财今天压根儿就没有来参加这个招商会，他今天一早直接去深圳厂里提货去了，他的货款100万也已经打到了公司账上。老黄打电话给他，劈头盖脸就跟他吵架，匡生财，你老小子太不仗义了吧，说好了咱们一起订货的，你偷偷就把事儿办了，把我50万的额度都用了，有你他妈这么干事儿的吗？匡生财也不明白珠海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反正他见黄建军急眼了，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心里美滋滋，因为黄建军急眼就说明他昨天拍板签合同的做法搞对了，至于黄建军和他撕破脸，那根本无所谓，做生意本就逢场作戏，再说了，两人是同行，表面上拍胸脯称兄道弟，背地里巴不得你吃亏呢。老黄，什么额度不额度的，我们拿钱订货，所又不是什么紧俏货，哪里有什么额度一说。匡生才笑嘻嘻的道，笑面虎的本色流露，你妈的 X， 老匡，你是不是早知道他们要涨价？黄建军骂道。匡生才一听说公司把货涨价了，他心里更是舒坦，这一次他拿了100万的货回去，本来他还担心会造成一些库存积压，但是现在看来他完全可以偷偷的把货往其他的省调，因为他有成本优势嘛。黄建军的遭遇很多人都看在眼里，之前牵头的匡生财人家早就交钱提货去了，那他们还等什么？拿到自己的份额，然后打款订货嘛。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某某老，他妈的老匡这个人我是看透了。黄建军恼羞成怒的骂人，然后转脸过来就跟我诉苦，说他被老匡坑了，公司不能不管这事儿。然后他开始讲感情，讲兄弟情，反正江湖的那一套，义字当先的套路被他耍活溜了。最后好说歹说，反正我这一边就给他放了50万。我说老黄，最多就是50万，这本来是规定的额度，这算是我之前疏忽，没有确认你跟老匡之间的沟通，但是这个50万也只能在300万之内，多一分都没有。我的态度非常强硬，就只放这么多货，结果是一大帮子代理商争得面红耳赤，把这个份额给分下去了。黄建军还是失落，因为他觉得匡生才搞了100万，他就只能搞50万，难道他的实力就比匡生才差？他河北就比不上湖北的市场，所以晚上他又做东，非得邀请我和老彭上场子，玩了鱼缸游戏，搞了 X 式服务之后，老彭终于挣了一口气，没有再松口。最后我说，看在你老黄城一族的份上，我私底下再多加个20万的份额，但是不能再多了。我跟老黄讲，黄总，你不要以为我们的黄金原子所的产能是无限的，我们的产能是有限的。我们第一批订货到目前为止差不多500万了，马上我们还有第2批、第3批代理商，我们搞不过来的。最后这事儿总算有了了结，招商会开得非常成功。老彭请我吃饭喝酒，酒喝半酣又跟我讲，让我去给他干营销副总。我跟他讲，彭哥，这个话题咱们以后不说了，你这么一个以生产为主的企业，营销部一共就7、8条枪，我来干什么？高射炮打蚊子吗？我故意这么说，就是给自己抬一抬人设。其实老彭给我的待遇我真的心动，我累死累活在博越肯定挣不了20万，要知道那可是04年啊，年薪20万简直就是天文数字，比现在年薪100万还夸张。但是我脑子很清晰，这个钱我不能拿，因为黄金锁业这边的天花板就只有那么高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在老彭心中立的人设太高了，我本身的本事又有限，所以这种情况下保持1点距离最好。真要跟他去打工，用不了多久就泄底了，那岂不无趣的很？老彭请不动我，他便给了我一个信封，信封里面装12000块钱，这是月月红的意思，算是我这2天的工钱。对此我也没有推辞，彭老哥，你给我红包我就收了，我不收下一次你可能就不好意思再找我了，是不是？老彭道，不，以后有困难还是得找老弟你，我老彭最佩服的就是老弟你这种有本事的人，我现在企业搞得太小了，请不起你这尊神，等我把企业做大做强了，我再请你。我哈哈大笑道，
那我也要努力啊，要不然等你的黄金锁上市了，我的本事又没有跟上，到时候怕跟老哥你丢人。我们从珠海一同回深圳，路上老彭对鱼缸的游戏还是念念不忘，老是赞口不绝，反正我就当没听到，我可不会告诉他，其实这玩意儿深圳也有。中年男人的那股刚猛劲儿，我在老谢身上已经见识到了，可不想再多个老彭，那样我他妈要永无宁日。